你这辈子别做演员了。程毅的15年沉浮实录。他说过一句话，不对，不是他，是他。一个导演对着一个来试戏的年轻人当面说了这么一句，你这一辈子别去做演员了，你肯定不行的。这句话后来被程毅自己在综艺节目1年级毕业季里说出来的时候，他没忍住，失声痛哭。当时他画着综艺里搞笑的妆容，脸上还带着节目组给他设计的滑稽装扮，但那个表情，那种纠结、懊恼、难过搅在一起的表情，看过的人大概很难忘掉。他当时说了一句话，我觉得比那个导演的否定更有力量。他说，我可以学，你也可以教我，为什么要直接让别人一辈子都别做这行呢？你想想看，这句话的逻辑其实特别简单，但又特别扎心。一个刚入行的年轻人，连被否定的资格都还没完全挣到，直接被判了死刑。不是说你这场戏不行，这个角色不合适，而是你这辈子。这3个字的杀伤力，只有经历过的人才知道。那今天这期视频，我就从这句话开始。我们来聊一个人，程毅。不是粉丝向的安利，也不是黑子向的扒皮。我就想搞明白一件事，一个被这样否定过的人是怎么走过这15年的？这条路的逻辑是什么？他做对了什么？又正在面对什么？行了，开始。先说基本面。程毅，原名傅诗琪，1990年生，湖南怀化人，中央戏剧学院毕业，正儿八经的科班出身。2011年出道，第一部戏是《唐宫美人天下》，演了一个小配角，小到什么程度呢？你现在去搜，绝大多数人根本不知道他在里面。科班出身这4个字，在娱乐圈是个很微妙的标签，它代表你受过系统训练，但不代表你有戏拍。说白了，中戏北电每年毕业多少人？真正能吃上这碗饭的能有几个？大部分人毕业之后面对的现实就是，没有人认识你，没有人在乎你学过什么。程毅刚出来那几年拍的东西，说实话，我这么说吧，尽量委婉一点，那些作品本身质量就不太行。鬼爱、女生宿舍这些，不是他演的不好的问题，是整个项目的水准就搁那儿了。一个新人演员能选择的余地接近于零，给你什么你就得拍什么。这段时间他基本就常驻横店。关于程毅在横店的那些年，有个很有意思的细节，他后来直接在横店买了房子。你品品这个，一个不红的演员在影视城旁边买房，这说明什么？说明他压根没打算走。他不是来试试运气的，他是打算死磕的。2016年算是一个小转折，青云志。程毅在里面演林惊羽，一个飘逸冷峻的青云门弟子。说实话，这个角色本身在剧里不算男1号，但他的气质确实被人注意到了。特别是稍微跑个题，林惊羽小时候的扮演者是王俊凯，这在一定程度上及时帮他增加了关注度。但这个关注度远远不够。远远不够到什么程度呢？就是他同年去参加综艺1年级毕业季的时候，他已经26岁了，在那帮学员里是年纪最大的，经验也最丰富，但还是没什么人认识他。然后就是在这个节目里发生了2件事，一件让他哭了，一件让他清醒了。让他哭的就是开头说的那句话。他跟节目组聊到自己之前去试戏被否定的经历，说着说着就绷不住了。当时节目嘉宾袁咏仪看出他不对劲，直接问他，你的顾虑，你的害怕，你的恐惧到底是什么？他说不清楚。这个说不清楚其实特别真实。一个人在最迷茫的时候，往往不是不知道自己怕什么，而是所有的害怕搅在一起，分不开了。害怕被否定，害怕真的不行，害怕坚持下去是错的，害怕放弃又不甘心，这些东西混成一团，你让他说清楚，他真说不清楚。而让他清醒的那件事是见到了李安导演。节目组安排学员去见当时正在做比利、林恩的中场战事宣传的李安导演。程毅说他去之前特别紧张，但见到李安本人感觉很温和，让人没有距离感。李安跟他说了2个词，
放松和专注。放松才能够专注。如果你太想这个东西的时候，你力气都花在自己身上抗衡去了，你的力道发挥不出来，你的魅力发挥不出来。程毅后来在无数采访里反复提到这件事，很多年之后，他还能原原本本地背出李安说的那些话。这说明什么？说明在那个他最迷茫、最被否定的时期，这几句话像一个锚一样，帮他稳住了。哦，对了，还有件事，程毅最喜欢的偶像是刘德华。他记得最清楚的是，刘德华说过，我不是最有天赋的，但我可以是最努力的。你把这句话和那个导演说的你这辈子别做演员了放在一起看，就明白程毅选了哪条路。好，9年。从2011到2020，整整9年。9年里，他一直在拍戏，一直不红，没有代言，没有综艺大通告，没有人喊他顶流。这9年他在干什么？拍戏、睡觉。这是他自己说的。在博客天下的一篇专访里，他描述自己在横店的日常，开开心心来，开开心心走，开开心心回家睡觉，明天接着来。我不确定这是他真的一直那么心态平和，还是后来回忆的时候自动过滤了那些不好的部分。但有一个事实是确定的，他没有离开。9年不红，他没有转行，没有去做网红，没有靠综艺博出位，他就待在横店，一部接一部地拍。2019年，他拍了《怒海潜沙》，演张起灵。这个角色之前有杨洋和萧雨良的版本，一开始网上骂声一片，但播出之后真香了。特别是打戏，他为了这个角色把自己练得精瘦，柔韧性极好，那些武打场面不是花架子，是真的有功底的。但这还不算真正的爆，真正的爆要等到2020年。2020年夏天，琉璃。这部剧在播出之前几乎没人看好，两个不太红的主演，仙侠古偶的赛道已经很卷了，前期宣传也不算多。但播出之后直接炸了，每次更新都上热搜，程毅饰演的雨丝凤成了那个夏天最让人上头的男主。读到这里，我差点跳过一个细节，还好又看了一遍。琉璃播出的时候，程毅正在另一个剧组拍《梦醒长安》。他不是坐在家里等着看收视率的，他是在片场被告知你的剧火了的。他爸妈在家庭群里追剧追疯了，姑姑舅舅都在讨论。后来有记者去剧组采访，跟他说好多人在看琉璃，他当时还以为是客套话，不会吧？这才播出几天啊！你知道这个反应为什么让我觉得特别有意思吗？因为一个等了9年的人，当那个东西真的来了的时候，他的第一反应不是狂喜，是不信。这不是凡尔赛，这是一种被长期忽视之后形成的自我保护机制。你已经习惯了不被看到，所以当灯突然打在你身上的时候，你下意识的反应是搞错了吧？然后是2023年，莲花楼。如果说琉璃让程毅红了，那莲花楼让程毅立住了。这部剧的李莲花编剧后来说过一句话，李莲花就是程毅，浑然天成。这是一个什么级别的评价？就是编剧觉得这个角色和这个演员之间不存在演的距离，他就是他。莲花楼的后续数据也是恐怖的，截到今年，也就是2026年，播出将近3年了，累计播放量突破400亿，今年1季度角色热度还破了1亿。一部播了3年的剧，到现在还有这样的数据，这在整个国产剧市场都是极其罕见的。从2020到2023，程毅被行业认证为3年3爆，琉璃、底线、莲花楼、古装、现代、武侠悬疑3个赛道都站住了。这在内卷到极致的国产剧市场，已经是非常非常强的成绩了。好，到这里为止，故事很完美，对吧？被否定，熬过来，翻红，封神，标准的逆袭叙事。但故事没有到这里结束。如果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今天不会做这期视频。2025年，程毅1年播了3部剧，《富山海》、《天地剑心》、《长安24季》。3部剧全网累计有效播放量均突破10亿，1年3部破10亿，数据层面其实不差。但口碑层面，
怎么说呢，没有达到大家对他的期待。富山海反响不够理想，被认为是雷声大雨点小。天地建新和李一桐合作，市场反馈也比较一般。到了年底的长安24季，稍微回了一些血，豆瓣接近7分，口碑不算差，权谋路线也让人看到了他的新可能。但整体来说，2025年对程毅而言，确实不算一个好年份。这部分我得说清楚，这3部剧的问题，在我看来，核心不在程毅个人的演技上。你去看具体的分析就会发现，更多的是剧本适配度、制作水准、市场时机这些因素在起作用。特别是富山海这个项目，从剧本层面就存在先天不足，换谁来演，结果可能都差不多。然后到了2026年，今年年初，程毅和老东家欢瑞世纪的合约到期了，他选择不续约，自立门户，成立自己的工作室。2月份拍完《两京15日》之后就比较低调了。然后最近网上就出现了一堆传闻，说他开年3个月调了13个代言，说他连续4部新戏都没通过平台过会，说他被退货了。说实话，读到这些消息的时候，我愣了好几秒。因为如果这些全是真的，那这也太离谱了，一个前一年3部剧全破10亿的演员，突然就被市场抛弃了。但真相没那么简单。我去查了一下，发现几个关键信息。第一，他和欢瑞的合约到期，意味着之前很多代言合同是通过经纪公司签的，合约到期本身就会触发一波商务合同的自然切割，这是经纪约转换期的正常现象，不等于品牌不认可他。第二，就在大家说他调代言的同时，他新签的一个代言官宣后4分钟销售额就破了1000万。这个数据说他被市场抛弃，我不太信。至于4部剧没过会，这个传闻本身就很值得推敲。他和林更新合演的《两京15日》才刚杀青，《英雄志》也在待播，怎么可能突然被资本完全放弃？很有可能是有人把经纪约过渡期的正常震荡包装成了塌房级别的大瓜来吸引眼球。不过话说回来，我也不想完全替他洗白。2025年3部剧虽然播放量都破了10亿，但行业对他的预期已经不是破10亿了。从莲花楼出来之后，大家对他的期待至少是出圈级、剧王级。当你没有达到这个预期的时候，市场的反馈就会很残酷。这不是他一个人的问题，这是整个流量评估体系的问题。你可以连续3年交出合格答卷，但只要有1年没交出满分答卷，所有人就会说你不行了。这个行业的残酷就在这里，它不允许你维持现状，你必须一直上升，否则所有人都会说你在下降。哦，对了，我忘了说一件事，他接下来有2部重磅待播剧。一部是和林更新合作的《两京15日》，改编自马伯庸的同名小说，爱奇艺独播，他演落难太子朱瞻基。另一部是压了3年的《英雄志》，和李一桐合作的武侠大戏。这2部戏的质量如果能立住，特别是《两京15日》，马伯庸的 IP 加上林更新的搭档，我个人是相信他能重新拿回位置的。但如果这2部也没达到预期，那说实话，压力就真的大了。好吧，我知道我扯远了，拉回正题。今天这期视频聊了很多，从一句你这辈子别做演员了开始，聊到现在2026年的争议。15年的跨度，这条线其实只说明了一件事，在这个行业里，没有一劳永逸的成功。被否定的时候，他没有放弃；9年不红的时候，他没有离开；爆红的时候，他没有飘。你去看所有他接受过的采访，这个人真的实诚到有点过分，连老干部人设都不愿意接，连健身方法都怕误导别人。到现在面临争议的时候，他选择的不是疯狂营业上综艺博曝光，而是安静地拍下一部戏。这个逻辑其实从来没变过，就是他自己说的那句话，活在当下，做好自己。你可能觉得这句话太鸡汤了，是，但你想想看，一个从23岁等到30岁才等到第一个爆款的人，一个被导演当面判过死刑的人，一个红了之后依然可以被全网看衰的人，他还在说这句话。这不是鸡汤，
这是活出来的。我可能说错了某些判断，但根据目前的情况，我倾向于一个方向，程毅这个人大概率不会被1-2年的低谷打倒。不是因为他运气好，是因为他那个内核，那种你说我不行，我就偏要行的东西，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碎过。有个细节我想深挖，但信息不够，就是他离开欢瑞之后成立自己工作室的决策过程，这个转型对他来说意味着什么？如果后续找到更多资料，我会在下期更新。最后分享一段话，不是程毅说的，是他聊到自己最喜欢的电影《勇敢的心》时提过的。梅尔·吉布森饰演的威廉·华莱士不算太高，也不算太壮，他在与童年伙伴的投石较量中也赢不了，但他最终击败了一波又一波的强敌，因为他有一颗勇士之心。一颗勇士之心。说起这个，我突然想到，回到2014或者2015年那个试戏现场，那个导演对着年轻的程毅说完那句话之后，程毅是怎么回应的？他说：“我可以学，你也可以教我。”15年过去了，那个导演大概已经忘了自己说过这句话，但说出我可以学的那个人，到现在还在拍戏。如果这期视频让你想到了什么，欢迎在评论区聊聊。点个关注，我们下期继续。